在叛徒的配合下，特务确定了季丹阳的目的地是卢门电子仪器厂。于是特务紧急启动了一直潜伏在卢门的特务负责人雪狼。因为雪狼一直处于潜伏状态，唤醒是需要时间的。在雪狼还没有唤醒阶段，潜伏在仪器厂的特务张阿水已经率先开始了行动。张阿水潜伏在火车站对面的高楼上，准备在季丹阳下火车的时候来暗杀季丹阳。因为被发现了，张阿水的刺杀计划没有成功，而且把自己工作手册遗留在了现场，导致自己暴露了。张阿水之所以在没有得到任何命令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对季丹阳下手，其实有2个目的。张阿水是一个潜伏了很多年的底层特务，在上峰那里多半也没有挂上名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张阿水自己，大概领导早就不记得还有张阿水这个小人物了。但张阿水肯定是不甘心就这么默默无闻一辈子的，他一直想找机会表现一回。季丹阳的到来和水滴计划的推行，让张阿水看到了这个机会。张阿水通过自己的观察，打探到了季丹阳到站的时间，于是提前埋伏在了火车站对面的塔楼里，准备在季丹阳下车的时候直接除掉。张阿水作为一个潜伏的小人物，之所以这么急于表现，其实也是有自己的算计和目的的。张阿水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向雪狼邀功。在卢门，和张阿水这样潜入的小人物肯定有很多，张阿水并不是唯一的。张阿水也知道，刺杀季丹阳、破坏水滴计划这种大计划，上面肯定是会委派一个大人物来负责的。而在这一批潜伏在卢门的特务里面，就属雪狼最有名了，所以到时候上面肯定会唤醒雪狼来作为这个机会的负责人。张阿水只知道有雪狼这样一个人物存在，但是一直都不清楚雪狼的真正身份。所以张阿水想得很简单，在雪狼被唤醒彻底负责这个项目之前，先搞点动静出来给雪狼看看，也算是给雪狼表个忠心。一来上峰不会知道张阿水这个小人物，只会把刺杀季丹阳这个功劳记在雪狼头上。雪狼一旦上任，肯定会感激自己的。二来张阿水不知道雪狼手里到底还有多少可用之人，也不确定雪狼会不会启用自己。但通过这次刺杀行动，雪狼肯定会注意到自己。别的不说，单凭行动力，雪狼肯定也会格外关注到张阿水，得到重用也是迟早的事情。坚定了自己的目标之后，张阿水即便在已经暴露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放弃行动。在第一次刺杀季丹阳失败之后，张阿水又把主意打到了季丹阳住的专家楼上了。为了保护季丹阳，同时也是为了方便季丹阳工作，厂里给季丹阳安排了专门的专家楼，基本吃喝拉撒都是在专家楼里面。除非特殊情况，一般季丹阳很少离开专家楼，而且即便离开，也会有人贴身保护着。这种情况下，想要对季丹阳下手简直太难了。所以张阿水针对季丹阳的第2次计划是直接针对季丹阳住的专家楼下手，直接炸毁专家楼。这个计划一旦成功，不仅能够成功除掉季丹阳，还可以毁掉季丹阳为水滴计划做的那些研究和数据。于是在张阿水的安排下，他的同伴以修水龙头的借口进入了季丹阳的专家楼。这个同伴混进专家楼，是为了摸清楚专家楼里面的地形以及专家楼里的房间分布和季丹阳的生活习惯。张阿水很清楚，专家楼那么大，他们的炸药量没有那么多，必须放在一个精心挑选的位置，才能实现既除掉季丹阳又能摧毁数据的目的。其实张阿水的计划并不高明，甚至是漏洞百出，但却依然成功了。主要原因还在于庞红梅的大意。如果说张阿水的第一次刺杀和庞红梅没有关系，但张阿水用炸药炸毁专家楼的机会得以有机会实现，则完全是因为庞红梅的粗心。通过捡到的那本工作手册和那件不小心被撕烂的衣服，庞红梅其实确认了张阿水就是那个在塔楼里袭击季丹阳的特务。但庞红梅也只是找队长要走了张阿水的照片，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再者，当时在塔楼里，其实张阿水已经被队长制服了，但是因为有帮手突然出现打晕了队长，才导致张阿水和同伴得以逃脱。这其实就说明张阿水肯定不是一个人，他是有帮手的。
而且张阿水是在刺杀季丹阳，一般人肯定是不敢给张阿水帮忙的。那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张阿水的这个帮手也跟张阿水一样是个特务。但是庞红梅在确认张阿水就是那个特务之后，并没有对张阿水的社会背景和人物关系进行重点调查。也是因为庞红梅的这点疏忽，导致张阿水的同伴有机会以修水龙头为借口潜伏进专家楼，为后面张阿水在专家楼里面放炸药埋下了伏笔。雪狼是一个资深特务，一直潜伏在卢门很多年，没有被唤醒。当特务知道季丹阳被派去了卢门，且水滴计划将要在卢门推进的时候，第一时间决定唤醒雪狼来执行摧毁水滴计划的任务。雪狼的身份虽然没有明牌，但其实已经有好几处细节暗示了，其实白慧父亲白大夫就是隐藏的特务雪狼。第一个细节是关于白慧的。白慧第一次出场是出现在厂长办公室里面，坚持要给厂长量血压。结果血压还没有开始量，厂长就接了一个电话，赶着要去火车站接专家季丹阳。但是这个时候的白慧却发挥了不离不弃的性格，甚至还搬出自己会被院长骂的说辞，导致厂长最后无奈只能带着白慧一起去接季丹阳，让他在车上给自己量血压。再到后面，厂长说要找个人给季丹阳献一束鲜花，而跟着来量血压的白慧自然而然就成了献花的最佳人选。于是白慧顺理成章的就和季丹阳认识了。认识季丹阳只是第一步，只要两个人认识了，白慧又是厂医院的护士，两个人从认识到熟络也只是时间问题了。白慧和季丹阳越熟络，越有利于白大夫了解季丹阳。第二个细节是关于季丹阳救落水孩子的。季丹阳出去买尺子的时候，正好遇到了有一个小孩落水求救，情急之下，季丹阳就直接跳下水把这个小孩给救了起来。这一幕恰巧被陪着父亲在岸边给人看诊的白慧看到了，白慧又刚好认出来了救人的是季丹阳，于是白慧就招呼着让季丹阳去他家换个衣服，免得感冒了。白慧当初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周围是有很多人在围观的。虽然白慧确实是好心，但这种好心在八卦的妇人嘴中很容易就传出一些不必要的绯闻。事实也确实如此，第二天厂里就在各种传季丹阳落水，白慧趁机对他进行了急救啥的。白慧当初喊季丹阳去家里换衣服，可能没有想那么多，但作为一个妙龄女孩的父亲，白大夫对于女儿的行为不仅没有制止，反而还附和着女儿的做法。所以如果按照正常父亲的反应，压根不会让白慧提出带季丹阳回家去换衣服的建议，而是自己抢先说出这个建议，而不是让自己女儿开口说，又或者直接支开白慧，自己带季丹阳回家换衣服。这样的话，即便日后那些妇人想要传白慧和季丹阳的绯闻，也不会那么肆无忌惮了。但白大夫并没有那么做，比起让女儿和季丹阳撇清关系，白大夫好像巴不得白慧能和季丹阳多一些瓜葛。包括白大夫在明知季丹阳身份那么敏感的前提下，还去帮季丹阳行针治疗喉咙。表面上看是因为拗不过女儿白慧，但其实白大夫就是要不走寻常路，引起季丹阳的注意。季丹阳这样的身份，如果想要看病或者治疗，肯定是要经过层层审批的，到时候自己不一定有机会卖这个人情给季丹阳。但现在借着女儿的借口，白大夫来了个先斩后奏，帮季丹阳治疗好了嗓子。这样的话，季丹阳对他肯定是多了一份天然的信任感，日后身体再有不舒服，肯定会再次想到自己的。第三个细节是关于白慧身世的。庞红梅在季丹阳治疗嗓子的时候，问到了白慧的身世。根据白大夫所说，白慧并不是他的亲生孩子，而是他收养的。关于白慧的亲生父母，白大夫是这样说的：小慧不是我亲生的女儿，这是我养女。小慧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走了。亲生父亲呢，是为国捐躯的，母亲呢，过去是咱们卢门兵工厂的秘书。那年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的时候，很可惜没有躲过去遇难了。所以这么多年一直是我带着她的。白大夫本来是解释白慧的身世，但却无意中暴露了一个事实。白大夫口中的白慧母亲所在的卢门兵工厂，解放前其实是国民党的兵工厂。
而白大夫应该一直都是一个大夫，如果他想要收养孩子，应该有很多选择，但却为何偏偏选择了白慧呢？白大夫虽然说白慧父亲是为国捐躯的，但没有点明他真实身份和组织。按照白慧母亲是卢门兵工厂秘书的身份，他亲生父亲多半也是同一个体系和组织的。而白大夫之所以选择收养白慧，一方面是出于同志情谊，帮忙照顾同伴的孩子，再一个也是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因为白大夫的身份特殊，如果一直不结婚，肯定会引起别人怀疑，但如果结婚，又害怕自己秘密被发现，也害怕自己日后会被家庭所困住，所以权衡之下，收养白慧就成了一个最好的借口。这样既可以帮助自己隐藏身份，日后一旦身份暴露，也不会被牵制太狠。说到底，白慧毕竟不是他亲生女儿。目前看来，张阿水因为想要邀功而针对季丹阳做得一切机会，不仅没有帮到雪狼，反而还暴露了自己。这也是为什么雪狼一直没有联系张阿水给他下达命令，而是任由他自己各种折腾的原因。在雪狼看来，张阿水这么鲁莽行动，被抓是迟早的事情。既如此，不如就把张阿水当做一个明面上的特务，让庞红梅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抓张阿水的身上。这样一来，可以牵制住庞红梅他们很大一部分精力，自己也有时间和精力去部署下一步的计划。或者万一张阿水的计划真的成功了，那到时候自己再站出来领功劳也不迟。反之，张阿水只知道有一个雪狼，但并不知道雪狼到底是谁。即便张阿水暴露了被抓了，自己也不会暴露。说白了，张阿水其实就是雪狼用来测试相关部门对季丹阳重视程度和保护力度的一个鱼饵。测试清楚了，雪狼才能针对性的去做方案。